大家好，我是小马。最近有很多朋友被自己的 SA offer 了包包，看来春暖花开了，爱马仕专柜出来的包包也多了。大家在专柜遇到 Birkin 和 Kelly， 很可能包包的尺寸、颜色和皮质都没得选。那到底要不要入手呢？如果拿了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的包包，在二手市场卖掉的话，是赚钱还是亏钱呢？这期视频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哪些包包才是真正保值、回收即卖，可以回收到专柜定价以上的。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说 Birkin、Kelly、康康这些在专柜配货才能拿到的包包，转手一定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或者是说25厘米、30厘米的黄金尺寸就一定能回收到专柜的定价以上。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在很多的情况下，把你的包包拿去中古店去回收开托利，得到的报价还达不到专柜裸包的价钱。所以呢，其实不只是包款决定了市场价值，你要看包款它是什么样的 size， 就是说尺寸、颜色、皮质有没有人气，甚至于说是金扣还是银扣，内缝还是外缝，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保不保值。基本上现在小尺寸的包包市场价值是越来越高。首先不用说 Birkin、Kelly 肯定是最保值的包款，康康的话呢就未必了。另外还有特别难拿的 mini 的小包 Pochette Kelly， 我们所说的1代，然后还有 mini Kelly 2代，这种包款如果在专柜遇到的话，一定要拿下，都是可以回收到定价以上的。对于 Birkin 和 Kelly 的尺寸，那么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偏好。我们平时说的黄金尺寸，指的就是 Birkin 的25厘米，还有30厘米，这是大象灰是30厘米的，还有 Kelly 的25厘米，还有 Kelly 的28厘米。这个28厘米，这两对呢，其实也是大家入手的时候纠结最多的尺寸。Birkin 的话，不管是25厘米还是30厘米，如果颜色、气质都是人气的搭配，可以回收到定价以上的。35厘米的 Birkin 虽然在欧美还是比较人气的，但是在其他地区都是非常一般的，基本可以考虑为回收在定价以下。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尺寸的 Birkin 40厘米，几年前呢，其实它的市场价值还不太高，可以说是就是相对来说是偏低的。但是差不多近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它的价值就上升了。原因呢，因为是男士用爱马仕包的人越来越多了，像金刚色系，而且是非常人气的皮质 Togo 皮之类的，都是可以回收到定价以上的。Kelly 呢和 Birkin 它的情况是类似的。Kelly 呢又分内缝走线和外缝走线，像这只呢就是内缝走线，它的这个地方是内缝，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硬挺的形状是外缝走线。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外缝的市场价值它会更高一点。康康呢就是比较人气的是 mini 的19厘米，但是除了 Epsom 皮的金刚色和特别火的季节色都不能保证回收到定价以上。爱马仕的皮质种类也非常的多，最热门的肯定是牛皮里的 Togo 皮和 Epsom 皮。这只是 Togo 皮，那么这个是 Epsom 皮。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排序，那么大致可以分为 Togo 大于 Epsom 大于 TC 大于山羊皮大于 Box 皮大于 Swift 皮。打一个比方说啊，比如说同样颜色的两只 Birkin 30厘米，那么 Togo 皮和 TC 皮虽然在专柜裸包的价钱其实它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在二手市场的价值却相差20万日币左右，大概1万多人民币这个样子。这两种皮质呢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比如说这个是 TC 皮，这个是 Togo 皮。TC 皮的话呢，它用的时间久了之后，相对来说是容易塌陷的。那么这个 Togo 皮呢，用的时间久了，相对来说它还会形状是比较硬挺的。牛皮里还有2种手感非常润滑的皮质，那么一种是这个硬一点的 Box 皮，敲起来还有这种当当的感觉。
另外一个呢是相对软一点的，也是非常润滑的 Swift 皮。如果遇到这2种皮，小的 size 也是建议可以拿下的。爱马仕的传承皮革马鞍皮还有山羊皮定价都要比常见的牛皮会贵一些。马鞍皮产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稀少的，它的那个 logo 是无色钢印的，非常特别，非常的复古，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一种皮质。我觉得懂爱马仕的人一定会收藏一只。山羊皮的话呢也是比较少的，它的人气度和市场价值在 Togo 皮和 Epsom 皮以下。如果遇到 Birkin 和 Kaylee 黄金尺寸加上人气的配色，我建议还是可以拿下的。还有一个非常人气的皮质，那么就是帆布拼皮，遇到黄金尺寸，我觉得也是可以闭眼收的。说完普皮，我们升级到稀有皮，鳄鱼皮爱好者注意了，2点鳄鱼和方块鳄鱼，如果是小的 size， 像这种 Kaylee 25，还有 Birkin 的25，颜色只要不是太难看，就算不是自己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都建议可以果断的拿下，因为转手可以卖到定价以上的，就是可以赚钱的。这2种鳄鱼皮的 Birkin 30和28厘米，建议入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慎重一些，因为大一点尺寸的鳄鱼皮的包包本身专柜定价就会贵一些，如果颜色不是人气的颜色，回收到定价以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除非是自己喜欢自用，否则的话建议是可以 pass 掉的。鳄鱼皮里面最高的级别是道威 Polosas 鳄鱼，基本上30的尺寸是居多的，它在专柜裸包的定价比其他刚才的就是说2点鳄鱼和方块鳄鱼定价本身它就大了一大截，但是在二手市场上的价值区别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想卖到专柜定价以上基本上还是有难度的。不过道威鳄鱼呢，它是野生的稀有皮革，自用和收藏还是非常推荐的，它本身的纹路呢还是特别的美。接下来是蜥蜴皮，这只原色蜥蜴皮被称为蜥蜴皮当中的喜马拉雅。打开盖子，看这里这个部分是2条横线的，它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大家如果在专柜遇到它的话，一定要拿下。那么接下来这只呢，橘色的是普通的蜥蜴皮，这里是1道横线的。它呢，其实在专柜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尺寸的。遇到蜥蜴皮的 mini 1代、2代，25厘米的 Birkin Kaylee， 还有康康的19厘米和小可爱袖珍的14厘米都是可以拿下的，回收都是在原价以上。不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不是所有的特殊皮的包包都能回收到原价以上的。那么特殊皮里除了鳄鱼皮、蜥蜴皮，还有一个就是鸵鸟皮。大概在2-3年前，鸵鸟皮的人气度还是不错的，小尺寸的话都可以拿。现在的话，就算遇到了黄金尺寸，也要慎重。除了25厘米，并且是人气的配色，其他都不是特别的保值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颜色。除了金棕色、黑色、大象灰色这3大金刚色以外，当季新出的颜色，还有以前停产的人气色，算不算人气配色呢？首先，当季新色基本上都是可以理解为是 OK 的，因为刚出来的嘛，会有一些新鲜感。如果尺寸和皮质合适的情况下，建议是可以拿下的。3大金刚色因为经典百搭，被推崇到相当高的市场地位。配货也比普通会高很多。另外，气质的灰色系基本上都不错，比如西漆灰、银河灰，然后还有海鸥灰，都建议可以入手。奶白色系里边有很多中性的气质色，比如说纯白色，然后还有奶皙白，还有新出的 Nata， 还有裸色的，比如说像风衣灰、钻石灰。其他色系里，像 3Q 樱花粉、法拉利红，还有小鸡黄，然后牛油果绿，还有亚麻蓝等等，都是很人气的配色。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就是非常纯正的、非常复古的这种颜色，比如6Q翡翠绿，
还有就是说祖母绿。这些真正是我心里的 C 位的女神的颜色。现在就是爱马仕的颜色，越出越多，已经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了。人气的颜色要么就是粉的够粉嫩，要么就是红的特别特别的正，要么就是饱和度比较低一点的气质的颜色。其他的像大蓝、大紫这种艳丽的颜色，或者是又橘又粉混合起来不是说很好看的这种颜色，整体的市场价值都不是特别高，容易比较踩雷。颜色的话，估计要专门再录一期视频才能讲完。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还有一个大家经常纠结的点就是选金扣呢，还是选择银扣呢？市场上来讲，一般金扣的数量会少一些，所以大概率金扣的市场价值会更高。但是在日本，喜欢银扣的人反而会多一些，大概是6:4这样的比例。另外，在亚洲市场，很多年轻的群体，比如说90后、00后的小仙女，走在时尚的最前端，可能会觉得金扣有点太沉稳了，就是有点土气，反而喜欢银扣的会更多一些。所以现在金扣和银扣的差价已经从以前的大概20万日币左右的差价，逐渐缩小到5到10万日币。我觉得以后呢会慢慢的持平，选哪个扣完全看个人的喜好和审美。那总结下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爱马仕、Birkin 和 Kelly 都是保值的，就连30厘米的黄金尺寸也未必能回收到原价以上。所以大家要判断一个爱马仕究竟值不值得买，值不值得入手，除非是自己喜欢、自己自用。那如果要是考虑到它的市场价值的话，就要综合的各个方面去考虑它。最近的1-2年，明显可以感觉到市场趋势会有一些变化。小尺寸的这种Birkin 啊，还有 Kelly 啊，还有 Mini Kelly， 在中古的拍卖会它是备受青睐的。最稳妥的皮质首选肯定是牛皮里的 Togo 和 Epsom， 还有山羊皮、马鞍皮。颜色除了3大金刚色，也从鲜艳的季节色转而走向饱和度比较低的气质色。好了，关于哪些爱马仕包包最保值，以上我用心总结的干货，你都记住了吗？下期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日本爱马仕专柜拿包的攻略。日本是不是真的存在零配货拿包？不同包款在日本专柜的裸包价格是多少？记得点击订阅，下期见。